她曾是人人羡慕的女神，多才多艺，未来无限美好，却被人2次投毒险些丧命，智商永远地停留在了7岁，前途尽毁。但为何案件永远无法侦破？又有哪些疑点？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。我渴望一个真相。不看镜面平如镜，要看水底万丈深。欢迎来到解密日记，我是超人。上期视频我们讲到吴家2个女儿吴金、朱令，一个就读北大，一个就读清华。1989年，姐姐吴金在北大上学期间的一次春游中离奇的坠落悬崖死去。6年之后，1995年，在清华上学的妹妹朱令也离奇的身中他毒。2起案件呢，都透露着一股诡异的气息，尤其是妹妹朱令中毒，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，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讨论。网络上对于是谁投毒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，众说纷纭，真假难辨。因为这起案件距离现在实在是太过久远了，案件的细节网络上有很多个版本，我会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推测来还原这个案件，所以内容上可能会更加主观一点，仅代表个人观点，希望大家一起理性讨论。朱令是1995年3月15日病重入院，先因呼吸衰竭采取了气管切开术，后又用血浆置换疗法，前后8次共替换了体内8000毫升的血液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朱令感染了丙肝，被送入了 ICU， 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，并在3月28日彻底的陷入了昏迷。这一昏迷就是5个多月，期间呢，父母一直不确定朱令的发病原因。2是朱令每时每刻都有生命危险，所以父母2人一直提心吊胆，试图将女儿从鬼门关里给拉回来，并未考虑其他的，甚至压根就没怀疑过是中毒。直到1995年的4月28日，朱令发病的1个多月后，在高中同学贝志成的帮助下，利用互联网请求全球的医疗专家远程会诊，并成功帮助朱令确诊为他毒。这时的朱令父母才向清华大学当时的化学系副主任、主管学生工作的教授提出了报案的请求，希望学校尽快采取行动，封锁现场，把同寝室的3个女生安排到其他地方住，并将所有的物品留在寝室，等候警方调查取证。但是教授却推脱不好安排，马上就是5一假期了，不用封锁现场。就这样，5一假期结束后，朱令的亲属才接到通知，前往清华派出所做笔录。1995年的5月7日，这起他中毒案才开始正式的立案调查。但在立案之前，在他中毒确诊后的5一放假期间，朱令寝室曾发生过离奇的盗窃案，朱令的洗漱用品没有了。而在另一边，朱令的详细化验结果显示，其每升尿液的他含量是275毫克，正常人群每升尿液的他含量应该是在0到5毫克之间。它和它的氧化物都是有毒的，能使人的中枢神经系统、肠胃系统以及胃脏等部位发生病变，严重的会导致死亡。金属它在变成化合物之后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，像硝酸铊、硫酸铊等这些化合物入口后会被人体快速吸收，并会蔓延到全身组织，造成肾、皮肤、神经、肌肉等病变。急性他中毒患者有恶心、呕吐、腹绞痛，甚至昏迷、抽搐、休克等症状。慢性他中毒的患者初期为全身无力、食欲减退、头晕、头痛、失眠，随后便会出现手指震颤、视力减退、脱发等症状。他中毒很罕见，但也不是无解的，只要服用染料剂普鲁士蓝就可以解他毒。随后朱令的父亲托人辗转买到了解药，40块钱一盒，里面有10小支。朱令在服用后病情确实得到了好转，他毒被排出了体外，但是因为误诊导致他毒在体内存留的时间太长了，严重的后遗症却将伴随着朱令的终生。此时警方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调查，朱令的同学、朋友都被调查问话了。警方也在开始调查的1个月后，向朱令的父亲透露，案件就剩1层窗户纸了，但却迟迟的没有下文。时间来到了1996年的2月，警方再次通知朱令的家属，表示案件难度太大了，仍在努力之中。转眼又过去1年，1997年的2月，学校通知朱令父母将配合警方做一次有效的侦破行动，但一直没有下文。2年多的调查无果，时至今日也一直没有侦破此案。但朱令他中毒案难度就这么大吗？这么不好破吗？其实还真不是。朱令是在1995年的3月初发现中毒的反应的。考虑到他中毒有一定的延时性，那么在1995年的2月20日到3月3日之间，熟悉朱令生活规律、生活习惯，能够接触到朱令饮食起居，掌握投毒的时间场合，懂得他的毒性毒理，可接触到他有作案动机的，就有可能是凶手。
我们一条条来看啊，熟悉朱令生活起居、掌握投毒时间场合的人，有朱令的家人、朋友、同学，这个范围还是挺广的。但懂得他毒性毒理、可接触到他的人，一下就将范围缩到了极小。它是一种剧毒的化学品，当时的北京工作中需要使用它的单位只有20多家，能接触到它的只有200多个人。而在清华大学内，一共有7个人可以接触到它，分别是2名教师、3个女研究生和2名本科生。其中这本科生中，一个是90级的男生吴某，另一个就是朱令的室友孙维。女研究生住在别的楼，那个男生又进不去女寝，只有孙维可以近距离的接触朱令的日常用品。清华方面也出具材料声称，孙维是唯一能接触到他的学生，而且实验室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。案件调查到此，指向性已经非常明显了，但很遗憾的是，没有证据能证明孙维作案了。上期讲到朱令、孙维刚入学时关系不错，后期关系恶化了，在学校中关系一般或者不好的同学多了，2个人也从未出现过过激的行为。孙维是否具备作案的动机有待商榷。其次，朱令是3月初出现中毒症状，4月底才知道是他中毒，5月初展开了对宿舍的调查，但此时已经2个月过去了。寝室中朱令的东西还离奇的丢失过一次，警方没有发现任何有力的物证指向孙维作案。第三，孙维的哥为了证明清华出具的材料存在问题，曾多次独自一人在白天工作时间出入清华化学系实验楼，取出了有毒试剂，带出实验楼，还录了像，每一次都没有人过问。不过这种行为采纳的价值不大，视频是可以剪辑的，你能拿出个瓶子也没法界定瓶子里装的是什么。最后，孙维的家庭背景也成为大家讨论的重点。大家普遍认为孙维就是凶手，因为家庭的极大能量使得孙维得以逃脱了法网。关于孙维的家庭情况，这里就不多赘述了，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上网去查看。我认为，因为没有确凿的孙维作案的证据，孙维又拒绝接受测谎，警方考虑到孙维的家世，更是没办法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进行侦破，才使得案件陷入了僵局。这其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，如果孙维结怨下毒，那么为什么同学包括朱令同寝室的另外2个室友没有指证孙维，或者说哪怕透露孙维与朱令有恩怨的蛛丝马迹呢？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，曾有记者专门采访了朱令同寝室的同学，却遭到了冷遇。记者是这样描述的：在朱令的寝室里，他昔日的同学已经把杂物和部分行李堆到了属于朱令的那张床上，并告知记者，我很忙没有时间给你讲朱令。在记者一再坚持下，这位女同学同意简单讲一下。那么她的原话是这么说的：朱令，女，21岁，才貌双全，多才多艺，性格活泼，开朗大方。自去年12月生病，今年3月昏迷，至今仍在协和医院接受治疗。句号。我们能够从话语中听出极其的冷淡，就算是普通的室友发生这种事儿，也不至于表现出这种态度。显然，朱令被投毒前与室友的关系并不好。进一步查资料发现，当时清华大学每晚熄灯的时间是10点40，而宿舍最后关门的时间是晚上12点。在上学期间，朱令每天忙于学业、乐团，还交了男朋友，基本每天都是凌晨在锁门之前回到寝室，然后洗漱收拾东西睡觉。而其他室友10点40熄灯后就躺下睡了，朱令又住在上铺，每晚回来都会影响其他室友休息。长此以往下去，室友会不会对朱令产生不满呢？同时，朱令又是一个在学习、艺术各方面极其优秀的人，室友会不会对他产生嫉妒的情绪？朱令显然成为了整个寝室的敌人。朱令于1994年、1995年遭人2次蓄意用他下毒，极有可能是室友共同行为，或者是某一名同学行为。大家心照不宣，三缄其口罢了。或者凶手本身的目的仅仅是希望给朱令一些教训，让他生病留级，给他逐出寝室，但不了解剂量，使得行为过火。室友的态度也能证明为什么朱令下毒案犯罪嫌疑人范围如此之小，却连一个有力的证据都没有的原因。以上呢就是我对朱令案件的分析，仅代表个人的观点。因为至今是悬案，没有找到凶手，我也是根据网上找到的资料分析出谁更有可能做这件事儿，无意冒犯。朱令的遭遇令世人唏嘘，大好的青春被毁于一旦，投毒者至今不能正法。他年迈的父母原本早该承欢膝下，尽享天伦，如今为了照顾他，只能一世操劳，没有任何晚年幸福而言。如果有一天父母离去，很难想象智力只有7岁、满身病痛的朱令将怎样
样面对生活。27年过去了，真凶依然没有绳之以法。如果人心注定不能直视，我相信正义应该也不会缺席。真正的凶手骗得过全世界，也骗不过自己。这27年来，相信他过得也并不轻松。一个秘密在心里藏得越久，就越害怕。这种提心吊胆的折磨，不比实际上的惩罚好过。所有关心朱令案的朋友，也不是为了要惩罚谁，毕竟无论真凶是谁，对朱令的伤害都是不可逆转的。之所以揪着凶手不放，无非就是想要一个公道，想要一个真相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，我是超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